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当人进入老年阶段，就要好好的保养身体了，要不然很多疾病都会找上门。有很多老年人呢，喜欢每天走路锻炼身体。那每天走多少步才最合适呢？对身体健康有益呢？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很多人腿脚没有以前灵活，这时走路的步数就不能够太多。建议老年人每天最好控制在5000步左右，这样既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，还能够避免给关节造成伤害。那经常进行走路锻炼，可以改善身体的循环和代谢，还能够加快血液循环，提高心肺功能，对预防慢性疾病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老年人每天走5000步是最好的。那老年人除了每天要坚持运动锻炼外，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饮食，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，这样才能够让身体更健康，也有助于长寿。肝脏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有很好的解毒和排毒的功效。但是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都在让它受伤。尤其肝病偏爱这3种人，大家别忽视。第一种，爱生气的人。如果你经常生气，脾气暴躁，那么对肝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时间长了很容易引起各种肝脏疾病。第二种，长期熬夜的人。晚上11点以后是肝脏排毒的时候，如果长期熬夜会影响到肝脏的排毒，对肝脏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种，饮食不规律的人。由于现在的人压力都比较大，很多人会忽略了饮食，经常饮食没有规律，如果长期这样，也会给肝脏带来损伤，引起肝脏疾病。那俗话说，肝不好人先老，所以日常养肝是很重要的。那该怎么养肝呢？下面推荐大家一个甩手动作，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一定距离，左腿弯曲，右腿保持伸直，脚尖儿都朝前，要感觉大腿内侧有拉伸感和酸痛感，然后两手放在身体两侧，五指张开，这样前后甩动手臂，幅度尽量的大一些，这样甩手3到5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肝经，起到疏肝理气、养肝排毒的效果。大家不妨试一试。生虫最多的3种食物，很多人一直当美食，医生几乎不吃。第一种，鳝鱼。鳝鱼又叫黄鳝，经常生活在稻田、小河、小溪等淤泥下面。因为鳝鱼的生活环境很容易被线虫感染，所以吃鳝鱼的时候，如果烹饪不当，寄生虫也很难死亡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吃。第二种，荸荠。荸荠又被称为马蹄，外表是紫黑色的，吃起来清脆爽口。但是荸荠生长在水田、泥土当中，外皮以及内部很可能会被寄生虫或者是细菌感染，所以大家呢尽量不要生吃。如果想吃，最好将它煮熟之后再吃。第三种，田螺。田螺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了，田螺中很可能存有寄生虫，即使是经过高温烹饪，其中的寄生虫也很难被杀干净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少吃。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，上面这些食物大家尽量就不要吃了，不要因为嘴馋给健康带来隐患。5到55岁是黄金养寿期，保护好这3个地方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第一，保护好体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身体开始发福，体重也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。若是身体过于肥胖，会对寿命造成一定影响，因为身体肥胖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，导致很多疾病出现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体重还在正常范围内，长寿也会与你有缘。第二，保护好大脑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大脑也会逐渐的衰老，这样也很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。所以大家45岁以后要多注意饮食，多用大脑，这样可以预防大脑衰老，有利于长寿。第三，保护好双腿。腿脚是我们的根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腿脚也会开始衰老，尤其是45到55岁的人，如果腿脚变得不灵活、软弱无力，那么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，不利于长寿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能保护好双腿，腿脚灵活，健步如飞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那45到55岁是养命期，大家若能保护好上面这3个地方，长寿也许会中意你。50岁后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寿命的决定期，应该多注意保养身体。
那长寿还是短命，可以看一下两个地方。若这两个地方还比较红润，可能会与长寿有缘。第一个地方，手脚心红润。如果身体健康，那么手心和脚心应该是粉红色、有光泽的，这也说明体内血液循环比较好，气血充足。但如果手脚心发白，而且手脚冰凉的话，就可能是气血不足、血液循环差的表现。若不注意调养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但如果50岁后你手脚心还很红润、很温暖，这样有利于长寿。第二个地方，面色红润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面色都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这说明气血充足，也是肝脏健康的表现。但如果脸色蜡黄、没有精神，那么就可能是气血不足引起的。如果面色发黄，就要小心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50岁后，如果面色还非常红润的话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那上面的这两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不过想要长寿，平时还应该注意饮食和心态调节，也可以呢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到60岁，基本就进入了老年阶段了，这时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所以60岁以后呢，也是危险年龄期。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要改掉2个习惯，改掉熬夜的坏习惯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如果熬夜休息一下，也许还能够缓过来。但如果60岁以后长期熬夜，睡眠不足，会导致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，这时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而且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利。改掉久坐不动的习惯。很多年过60的老年人平时不爱运动，就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、下棋等。如果经常这样久坐不动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影响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寿命。除了要改掉上面这2个坏习惯外，平时呢还要坚持做好2件事。第一个，坚持喝水。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多喝水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也很有帮助。尤其呢是早上起床喝1杯水，可以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第二个，每天坚持运动。60岁以后应该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，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身体排毒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，对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。所以60岁以后的老年朋友，若能够坚持做好上面这4件事，身体也会更健康，让你少生病，更长寿哦。半夜醒来感觉口干口苦，可能是身体出现3个问题，别忽视。第一个，肠胃问题。如果半夜醒来感觉到口干口苦的情况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胃炎引起的，最好呢到医院检查，平时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肠胃。第二个，肝脏问题。凌晨1点到3点是肝脏的排毒时间，如果这时突然醒来，而且感觉到口干口苦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脏调节出现问题了，这时需要及时的保养肝脏了。第三个，胆囊问题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肝胆相照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胆囊也可能会出现问题。如果胆囊不能够顺利的将代谢物质排出体外，那么也很可能会出现口干口苦的这种情况，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，及时的清泻肝胆之火。所以大家如果半夜睡醒后出现口干口苦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上面的这些原因。希望大家能够多重视，进行改善，这样才能够帮助缓解身体不适，有助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